他们这种人画画，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这辈子没画过出任何一张无趣的绘画，或许会丑，有时候也会美，有时候非常少，但是他永远不会画出这样无聊的画。12, 11, 10, 9, 8, 7, 6. Hello guys, welcome to Pendiverse 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今天呢，我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把这一期我要业配的东西业配完，因为今天的题目比较特殊。各位，我要办展览了，睽违了4年之久，上次应该是2022吧，我没记错。这次2026，我将会在台中的如考棚一个古迹里面办这次我的个展盛世之后，从3月14日的开幕到3月29，请各位北中南的朋友想跟我见面的，就到那边去找我。今天上片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台湾人正在纪念的和平纪念日，所谓的228。在曾经历史当中发生了很多很不幸的这种暴政屠杀，那现在我们得以在228这个时间点去认真的去审视它。228这种这么样讲究所谓的转型正义的这个节日当中，转型正义里面所讲就是去面对历史上这些非常不堪难以去面对的，我们在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我们诉求把真相还原厘清。讲到这件事情，就代表我们今天也要来面对一个大课题，对台湾人来讲是大课题，对于我自己而言也是个大课题的这么样的一个画家，没错，就是陈澄波。嘉信，你觉得陈澄波怎么样？觉得没有很好你觉得没有很好啊？OK， 这个其实不是只有你自己是这样的感觉啦。其实我们做节目做到这边，其实有点尴尬，做到这一个人身上有点尴尬。通常我们节目大家知道我们的调性吗？爱憎分明。爱的就很爱，那讨厌的就很讨厌，就觉得人家是原味内裤啊，乱七八糟啊。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画家，让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态度，我称那种态度叫做尴尬。我在年轻当学生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看陈澄波的话，我就超级不喜欢。当然，你可以说那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受的教育就是纯写实的，上一期那个石膏像摆在那边那个东西，的确在那个环境底下会有那种反应，不意外，因为你在他的画里面你看不到技巧，你看不到那种你当学生你要看的那种东西，那你要再往这些大师看吧，你就看到台湾比如说郭伯川啊，有李梅树，你会看到很多又有技巧又有味道的这些台湾画家这样子。但是陈澄波就是会让你感觉天哪，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名的画家，可是他画的样子是你很不苟同的。但是好玩的事情是什么？我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我有时候会觉得他的画很好，而且是那种有点治愈我的那种好。什么意思？我们昨天不是在录短视频吗？嘉欣，那你看了很多我这些就是其他的画，那种画都画面感很强，里面的技巧画面安排很多，直到你看到一张恐龙，那恐龙就是简单的线条，有一些立体派味道的东西，你当下有没有觉得很舒压？就是大概是那种感觉。我甚至有一种就是这种突然之间被救赎的那种感觉，像宿醉完之后来的一杯清茶或者是甜醋，那种画的乱七八糟，陈澄波其实是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其实我前后是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可是你知道吗？对于陈澄波的不理解，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才不理解。那个时候在日本画坛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算是很被理解的一个人。就包括他当时的老师就是说，陈澄波这个人我真的是不会教，教不了。当时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很怪异。到后来民国时代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说陈澄波是学院里的素人，就他虽然经过学院训练，但他画的还是很像是一个素人独角兽这样子的感觉。你说他当时在台湾有不有名？因为陈澄波在日本留学，后来得了帝展，是第一个入选帝国展览的台湾人，是算台湾之光。他有名到有人寄信到嘉义去，然后他上面只要写陈澄波君收，那个邮差就自动把他送到陈澄波家门口，都不用写地址。他那个有名就有点像王建民，你知道吗？就台湾之光。可是好玩的事情是，你真的问台南的那些王建民家乡的阿嬷说，王建民投的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他的声卡球怎么样？他的球速怎么样？这阿嬷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在纽约很有名，洋基的亚洲王牌这样子。所以对于理解陈澄波这个人来讲，一直以来有这些黑洞啊，我们都知道他很有名，包括他身上的这些很神奇的这种政治的经历，但是我们仍然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好画家还是坏画家。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在解谜的事情。嘉信，你形容一下，你觉得陈澄波的画风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很厚，而且很像土。
很厚很像土，脏脏黏黏的这样子。色彩感受呢？很像砖瓦的东西啊。你说他画淡水老街，然后那种混土红，颜色黑黑乎乎的、褐褐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啊，对。其实我们刚刚讲陈澄波的风格，很多人会说他是素人，学院里的素人，看起来好像天真啊，这个很童稚啊这样子。你刚刚讲的那种色彩的原因，我自己在画画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自己这种体会。我怀疑的一件事情是，陈澄波当时使用的图像资料，其实不如同今天那么般的可以还原色彩。你记得上一期我们不是有谈一个北京画恩代的这个我在国外认识的一个爵爷吗？他当时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原本他小时候不是领很多所谓的西方大师，像赫尔拜因这样子，结果他是到08年的时候走到进口书店才发现，原来他以前领的赫尔拜因的素描，一看才发现是有颜色的。你想想当下那种崩溃程度吗？可是这件事情在08年的时候还会发生哦。那你就去想想看，其实我们现在在陈澄波基金会的网站上有看到很多所谓他当时收藏的这些图片，就他收藏的这些明信片，你把它拿来现在做对比，就 Google 搜出来的图做对比，你就会发现两张图除了造型跟构图以外，颜色啊、涂色法啊，这都是天差地别的。所以我觉得是这种技术传播的原因，导致于当时可能很多东亚的这种学生，他没有去看过本尊的时候，他就只能用这种方法去臆测那张画，所以最后这种东西可能会有一点土土灰灰的，这是我在猜的啦。但是学界并没有很印证，或者说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你觉得陈澄波到底画的怎样？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对啊，陈澄波的问题其实非常的复杂。当然，我们就先讲，既然你问的是他不好的地方嘛，当我们讲画家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点方法来讲他？他是要搬出我们绘画学的这种方法学去讲他嘛？那好，我们今天来聊陈澄波的造型能力怎么样 ？OK， 大家记得绘画4要素嘛？造型、涂色法、色彩、构图。我们接下来聊陈澄波的造型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陈澄波他在上海时期跟潘玉良画的同一张裸女，你看到在这个画当中，潘玉良的版本，他对于一个裸女身上的膝关节啊、胸腔转折啊、她的肢体穿插啊，还有她这个肩膀的动势啊，都掌握得非常好。而且那里面肌肉的变化，可以说画得很自然，跟陈澄波比起来。可是你看陈澄波的那一张，你会不会觉得我靠？这是乔托画的吧？就是那个感觉已经是你有想把这个人画得很生动吗？陈先生那种感觉。从造型能力上来讲，陈澄波就不是一个能够去模仿现实、画得生动活泼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画人很重要啊。就是你记得我们上一期讲绘师，绘师也很在乎画人，古典西方大师也很在乎画人，因为人 human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眼睛张开就常看到的嘛。你看打开 IG， 你看都是人，所以一旦有一个地方一出错，你马上就会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画人一直是西方面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由此就可以说了，在西方最在乎造型的这一块的人物画里面，陈澄波有问题，没有掌握得很好。再来呢，调色能力，他的色彩能力。那我们现在先不谈更高级的，比如说用色的品味啊、色组这些我们就谈陈澄波的画人物，一样又是人物，他每次那个肤色都会让你怀疑说，这家伙好像没办法很好的用油画还原肤色。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人画起来会土土戳戳，或有时候会过黄过橘。肤色这件事情是西方美术史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啊。像黑格尔，他曾经画了一个篇幅告诉你说，西方油画跟肤色这件事情是有多么丝丝相扣，有多么直接的关联。因为你会不会肤色，涉及到你到底能不能在画布上掌握一个重新再现一条生命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肤色在西方的这种油画史里面是非常瑰宝等级的一种技术。而陈澄波每次画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画写生就会要么过橘，要么过灰。然后他如果用旧照片画，比如他阿嬷或者是画他的全家福，那个人就有点超越亚洲人该有的肤色的范畴，有点像在画猴子。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基本功等级的硬伤还有他的天空，很莫名其妙的事情是，他总会在朗朗的晴空上直接加黄。嘉欣，你觉得加黄是正常的吗？空屋。对，他会给人这种幻想。来，我这样讲，加黄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早晨跟黄昏，日出日落嘛，太阳用一种很接近地平线的角度把光射到地表里面，你经过的空气折射可能更多还怎么样的一论光学论证之后，它颜色还会出现什么黄红什么这些东西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情况的时候可以画黄，比如说云出来的时候，有非常复杂的大气现
现象的时候，你是加绿都没有问题，加紫都没有问题。可是陈澄波怪异的事情是，他那个天空往往是全晴的。为什么在全晴的底下又不在黄昏跟晚霞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会加黄？是因为黄加蓝会变什么？绿啊。对啊，所以他就会得出一个绿天空。那有时候那个黄还不是干净黄，是那种就是土土的那种东西哦，你就会看得有点迷。除非我们以一个超现实的角度去解释，表现主义的方法去解释它，要不然它就跟你像是写生，但是画出一个绿天空，这其实是很怪异的事情，而且绿的不太均匀。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观察上可能是有一点诡异的。我们在看陈澄波的色调处理会有问题。嘉欣知道什么是色调吗？不知道。色调指的就是黑灰白画面当中的明度变化。黑灰白的明度变化运用在一个需要展现出立体感的一个画面当中，它是一个主旋律。你会因为这东西黑代表它没有受光，你会因为这东西灰它可能是远方没受光，但是有大气的干扰产生的距离感，乃至于你看国画它也有黑灰白的这种配置嘛。陈澄波每次要做这种画面的时候，它的黑灰白就会出现问题。镜头前这张画，它那个土墙就是左下角电线杆后面的那个土墙，它过白了，它明明没有直接被阳光照射到，但是它的这个光线跟地上的这种明度啊，就是这亮暗程度啊，是差不多的啊。这样讲，如果色调很难懂的话，亮暗程度，陈澄波每次抓的时候都有点怪。还是像左下角，它后面有棵树的暗面突然黑的像黑洞一样，完全不像是一个在朗朗乾坤之下会有的那个还有一点明度的暗处。然后你再看，像它整条路，陈澄波的路很容易画出一种凸起、隆起的感觉。如果各位有戴眼镜的，把眼镜拿掉；没有近视的话，就把眼睛眯起来看。因为陈澄波这个路眯起来看，它很像是一条白萝卜。西方比如说梵谷的路，或者是塞尚的路，它都不会把一条明明该是平坦的路画成一种奇怪的像手臂一样有隆起感的东西。纵观这几点，你会知道陈澄波的亮暗关系啊、造型问题啊、色彩的抓的准确度啊，一直以来也都是有问题的。其实我讲这么多我是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人天分有多差，就是他有多么像漩涡鸣人。一点点基本忍术都不会变成那种吊车尾的样子。再举个例子，我们之前不是做你讲怀那一部吗？陈澄波他的老师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石川清一了。那石川清一带了很多学生，把3张水彩拿出来看就知道了。你讲怀、陈澄波跟蓝印鼎，你就会发现同样是石川的学生，这个陈澄波真的是就是很吃力，有障碍。他没有办法像其他2位一样，在水彩表现上能够学会石川那种里面的用笔啊，跟大气的这种晕染啊，你会发现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属于这里面水彩画看起来很老实、很朴拙、很笨的一个。所以他会留下来，都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吗？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就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杨林是不是他第一画上逻辑不好，所以他是浪得虚名？那我要讲，其实不是，只是的确政治事件让他变得更红而已。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陈澄波到底是不是个手残党？你刚才这样听完，你会觉得是什么？是啊，就是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个资料，你就会发现，来，这一张是陈澄波的书法。你说他这个书法写得好不好吧？可以说会写，而且是对书法掌握度很高，笔的使用是有入门槛的。书画同源，赵孟頫当时就提出过这种东西。一个人如果书法写得好，大概也能画画；一个人如果画得好，当然他这边讲的是我们所谓国画了 ，OK， 他也一定会写书法。为什么？因为这代表说你手上的这个小肌肉是灵活的。书法其实很讲究你这个手腕的这种控制啊，而且他要求的可以很精妙嘉信，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今天素描练得很扎实，能代表他会写书法吗？可以吧？我看过，不一定。这2个技能树不是长在同一棵上面。书法是真正的一个手的一个体操你在画素描就排线嘛。如果以我们讲那种书派素描，相对比较起来，这个动作是比较机械的。可是你这个书法就是你那一笔错就是错了。所以其实从陈澄波这种书法造诣来讲，你就会看出他不是一个我们前面讲的手残的人那我们再看陈澄波的速写，嘉欣，你看他的速写，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好在哪。好，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陈澄波这个速写的表现我们会看到他这里面，比如讲这2张裸女，他的这个胸腔，然后乳头两边的位置到身体所谓的这个肚脐转过来，然后再到他的整个骨盆转得更过去，这个胸腔中间连接到骨盆的转动位置，这个扭转的转动位置，有没有？其实他是有做出来的。就他那个笔是有到位的，有把一些关节处、一些该加强的地方都做出来，而且他还可以展现那个很有才华的涂色法上面。所以整张画其实看起来在速写上面是既有达到描绘对象的目的，但同时又不失绘画趣味的这么样一张速写。那你说好不好吧？的确啦，嘉信，你就给大家看一张罗丹的速写，
这个罗丹这张速写的确是吊打我们陈老师很多啦。可是人家毕竟这不同一个量级，不是同个等级的一个画家嘛。那罗丹那个是可以说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人才会有这样的这个东西嘛。所以说陈澄波的速写他没有说强到可以吊打罗丹、海放马蒂斯、干死毕卡索，但是至少他的速写的才华会比你看他那个油画来的更加灵巧生动。所以其实你从这边你可以得知一件事情：陈澄波不是画不了，如同他老师刚才讲的一句话，其实他老师就是教不了他。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陈澄波从头到尾就没有办法理解所谓的经过学院玩的那一套写实教育。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是理解问题，他没有被对的方法教。举个例子，因为你没有上过这种画室，你不知道很多画室老师很两光。我说很多不是全部，就很多画室很两光，他们可以去示范给你看。可是其中背后一些非常原则原理的东西，他总是没办法讲出来。那所以某种程度上，像当时日本的这个情况，日本的这种教育方式，他很可能这个老师他可以画的写实，但他没办法教，把你从陈澄波那种人才。其实手上是有一些绘画性天赋的人才，去把它硬生生的转成一个写实人才。因为陈澄波本身他的绘画性是不弱的，可是你知道吗？西化教育啊，写实教育啊，某种程度他是在否定这种绘画性的东西嘛，什么点点的啊，然后这个颜色啊、涂色这种很回到绘画语言出的这种东西，其实西方的西化写实是不那么在乎的，他要你画出一张会让你想走进去的图像嘛。而这个时候，他的老师没办法给他这种原理原则的这种教育，他也是很谦虚的说：“我觉得我教不了陈澄波。”而且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其实陈澄波一路以来不知道为什么都跟政治其实是有关系的。陈澄波不是入选地展嘛，对不对？其实当时他能入选地展，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是日本人为了同化殖民地人。你看你们也很棒，也可以入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美术比赛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他其实有一些统战思维的，要不然像以陈澄波这样子的能力，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考上现在的所谓东京艺大。他可能连入学本身都有一些加分我刚才不是有一 part 还没有讲吗？就是陈澄波如果撇除掉这些政治情况的话，他的画到底怎么样？来我们现在就要来聊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拿这一套方法去批评很多画家，包括前面的奈良美智跟草间弥生。那我们今天也要拿这个方法来看令我这个又爱又恨的陈澄波。我们看到第二画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第二画上我们要求全能性。那陈澄波这个人的全能性，其实本质上来讲是有在不断变广、不断涉略的。你可以看到他人生在每一期不同时期的绘画上，他都会因为当时环境所收集到的绘画资讯而改变。你知道，光是这一点就可以直接否认他是一只独角兽，因为真正的独角兽他是画他自己的，他只有 output， 他没有 input， 他就只会拉不会吃。可是你发现陈澄波吃的东西吃很多。我们再看他的研发，就跟可能性打交道的这个往新走的地方，可能性可以说陈澄波在他画的第一张画，他从来就没有像过别人。陈澄波这辈子的画从来就是独特的，他的风格，包括我们刚刚在讲的他那个天空的颜色，天空跟树那种很莫名其妙的交界，这种交界的那种模糊又不是塞上的那一种，是一种城市的模糊，你知道吗？就陈澄波式的模糊，坡式模糊，他从来就没有像别人过，而且他一般都就是画他自己的东西，所以可以说他在这种可能性上，他是一直就是独树一帜的，所以他很独特嘛。我们最后谈表达，陈澄波的表达，第一个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手段与表达不合，就是你明明要给人家一种 A 感觉，但是你用错手段，你懂我意思？他没有这种事情，他的感觉就是让你感觉这就是一个南方世界，然后这就是一个朴素的南方世界，然后这里面他的情感或怎么样会随他颜色变化给你，所以在这方面来说，陈澄波其实都做得很好。那他让你尴尬的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全能性吗？他全能性，他吸收了很多画家，对不对？但他缺少全能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part， 就是写实能力。那你缺失写实能力，你会很难模仿别的画家，吸取别的画家的能力跟精华。即使你想也有限。其实这件事情，他缺的这一堂课，会导致于，如果陈澄波活得再久一点，他晚年要更加制造出经典的时候，像塞尚的圣维克多山啊，梵谷的麦田啊，高更的那种大溪地女孩啊，他要再制造出经典的，甚至让其他研发型画都觉得很厉害的东西的时候，失去这一块是一个硬伤。但是除了这一块以外，陈澄波其他东西都表现得很好。陈澄波好玩的事情除我们刚刚讲的独特以外，他的创作观一直摆到今天，都吊打今天的很多台湾学生。他这篇是在谈论，就是说台湾当时台展的很多画家无脑的一窝蜂的去学国外的画家。他就讲说鲁奥因为当时里面讲的是鲁奥，他就说
大家都在学鲁奥，他觉得这个问题在于，你只是单纯学人家，并不代表你真的跟人家一样厉害嘛。嘉欣，你觉得我今天如果再画像梵谷，你会觉得我很厉害吗？不会，我一定是站在梵谷的肩膀上，再怎么样才行嘛，对不对？陈澄波当然就说，你只是一昧的去学习别人，这是没有用的。他觉得只有回到自己创作很真实的、很诚实的那个立基点，然后自己去发展，我们才会产生台湾的鲁奥，而不是一窝蜂的去学人家。然后与此同时，陈澄波，你看他的收集的这些明信片画作，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视野非常广的人。虽然他的技法做不到海纳百川，但是他的视野做到海纳百川。那嘉欣，你想看现在台北某艺大的同学，谁红学谁，学长红学学长，老师红学老师。然后你要问他一些经典的这种绘画里面的大师好在哪，不知道。而陈澄波那个时候，一个没有网络的时代，没有优秀的图片可以学习的时代，人家就有这种很正确的一种创作观。所以光这一点来说，其实你就知道陈澄波他是具有反思能力的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当他具有这种反思能力的时候，代表他是能够进步的。OK， 所以从创作观来说，陈澄波只要时间够长，他是绝对可以画得出来的一个人。因为他那个思想没有划破掉，而且你看陈澄波当时也不是一个很爱喊大口号的人。你看现在那种民俗画的，动不动就后现代啊、后殖民啊、什么新人类啊，就是这种大口号，对吧？陈澄波不是，他非常朴实，他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画那个当时还未被世界所熟知的南方世界，并且是由南方世界的人画南方世界，因为他知道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旦你一不诚实，你后面的作品是很难继续积累上去的。就是人是看得到、感觉得到的嘛。所以陈澄波在这方面来讲，他非常的知道怎么样去从一个很核心的地方去充实自己，并且继续创作下去。要不然，其实你看很多人当他那个根基不稳的时候，他最后是根本画不下去的。而陈澄波这辈子完全没有这种绘画阳痿的问题。好，那讲到这边，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真正的天赋。在绘画的世界当中，有一种天赋是表象的天赋，比如说像是毕卡索那种，哇靠，小时候一画鸽子，他爸爸就说：“干我不画了，你画太好。”然后灵什么像什么，然后要什么效果有什么效果，就是弄得跟 AI 一样。这种天赋，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表象上的天赋，但是一种更加深层、更加深邃、更加本质的天赋。这种天赋是陈澄波身上具有的，而且这种天赋很稀有，很不世出。可能你一个50年，你真的遇到的都很少。譬如说，像梵谷这种，像塞尚这种，像马蒂斯这种，你们去把他们早期的很多画作拿出来看，你都不会觉得是那种同学之间很耀眼的。但是他们这种人画画，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这辈子没画过出任何一张无趣的绘画，或许会丑，有时候也会美，有时候非常少，但是他永远不会画出一张无聊的画。再来就是这种画，往往表达的那种东西感觉是很强烈的。就你今天不会告诉我说，你站在陈澄波的画面前，然后看了一下没有什么感觉。你或许会讨厌，但你都不会说这是一种脑袋里留不下来、记不住的一张画，非常普通的一张画。你不会拿这种评论去讲陈澄波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这辈子没画过无趣的画，然后表达总是特别充足，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是一群很早就知道绘画是要更加在乎本质胜于表象的那种人。绘画的学习过程中充满着很多诱惑，你知道吗？你会不会想当老师旗下的一个聪明的弟子？我教你画方块，你画得比别人还优秀，好棒哦，90分、98分，你会吗？你不会吗？我不会，好吧。但是很多人会，可以说这里面的这些诱惑是非常多的。那陈澄波那种人，他可以告诉你 ，no， 我要在乎我要在乎的事情。所以这种我们称之为一种绘画真正的天赋。所以你看，你现在讨厌陈澄波的画，但是你记不记得住陈澄波的画？记得。可以，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可以这样讲啊，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在聊台湾到底失去了什么。陈澄波呢，这种类型的画家特别需要一个要素，时间，尤其在他的先天资源不好的时候，他特别需要时间。我讲先天资源，比如说塞尚好朋友都是印象派他们，然后这个梵谷的好朋友是塞尚他们，然后也是印象派，可以跟他砥砺，甚至可以交换最先进的绘画上的看法。但陈澄波当时其实他就在台湾，一个中华帝国的弃儿、日本帝国的殖民地边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是没有这种资源的。而这种人他会更需要时间。那一个画家，尤其像他这样子的人，他需要时间是说，这种画家他只有越到老的时候，他越跑越快的感觉。你知道有些那种什么少年早逝的，就他们给你感觉就是哇，年少时候各种条件都很棒，
但是画完一次之后，你后面他没有继续下去的动力，他绘画阳痿了。但陈澄波这种人不是这样子，他们是那种年轻的时候表现的超级平平，甚至有点低劣，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你发现，看这个老头为什么越跑越快的感觉，而且每一步还越迈越大。只是很可惜的事情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子的机遇，这样子的时间。那当然有人会说，他死的时候是50几岁，杨丽，你会说这叫没有时间吗？但我必须要讲的事情是，对于陈澄波这样子的一个东亚青年，在这样的资源环境底下，某种程度他需要更多的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点就在1947年228之后，这一切他的绘画进程戛然而止。可以说，历史没有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体的陈澄波。OK， 那嘉欣，你现在知道我们台湾到底失去了什么了吧 ？OK， 这里是 Painterverse 一关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那祝大家在这个228的这个假日期间，可以在家好好休息。OK，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